哦，这个甘吉娜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是不公平的，这个结果有些不公平的，双方发生了口角。但是还要服从裁判。总统女保镖输比赛不服气撒泼耍横，推搡中国女将，最后被25秒降服。塔吉克斯坦第一女保镖擂台输掉比赛，因不服裁判结果，当众撒泼，不仅推搡中国女将，还满口垃圾话，更是展开双臂，公然挑衅整个裁判组，简直没把比赛规则和对手放在眼里。这位如此嚣张跋扈的女将，就是来自塔吉克斯坦的自由搏击之王，被誉为幽灵黑寡妇的她，做事一向嚣张狠辣，曾经也是总统的贴身保镖。看着他如此嚣张跋扈的样子，小编都想给他一电炮。光看他这灵活的猴子步伐，就知道此人的打法绝对是相当的灵活。但所谓上帝让谁灭亡，必先让谁疯狂，亦会有他好果子吃。而我们的中方小将陈琳琳，刚一出场就是大姐范十足。年仅20岁的她，不仅步伐稳健，赛场上也是稳中求胜的代表。而她也深知这场比赛的重要性，击败这个黑寡妇，将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填上里程碑式的一笔。面对这位全能女将，我们的中方小将能否力挽狂澜呢？请各位看官多多点赞支持，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中国力量。好的话不多说，比赛开始。甘吉娜双方在自由搏击的规则下，怎样比拼出自己的血性，这是非常有看点的一场比赛。双方第一回合比赛马上就要开始。Jump, head, ready, fight！ 比赛开始了。第一回合开始，甘吉娜运用小碎步不断的吸引对手注意，但陈琳琳依旧稳扎稳打，不停寻找对手破绽。甘吉娜率先出手，一套漂亮的组合拳击中对手，丝毫不给陈琳琳反击的机会。但陈琳琳依旧保持稳扎稳打，即便挨了几次重拳，但丝毫不惧对手。一个转身，哦，这个刺拳打中了。他更多的是心理意义上的给对方强大的压力。是的，这种爆发力哈，一下就把这个陈琳琳压制住。这个时候需要陈琳琳冷静冷静，不要被他这个前3板斧吓到，一定防护上要把手要抬起来，用快。现在陈琳琳呢还没有发起一波比较强有势的压制对方的进攻，始终处在一个谨慎的防守状态。这样一来呢，会在心理上呢让甘吉娜更具有优势，因为赛前呢他已对这陈琳琳的这个整个技术战法都做了深刻的研究。对方是敢出动作，敢出动作。现在陈琳琳的办法就是我赶紧去进行缠抱，让你在打内围的时候不让你来起拳。现在明显感觉到甘吉娜虽然出拳快，速度频率高，但是呢他的精准性不够。这种应该发挥我们中国反打的这种优势，就侧着腿堵住对方，不给对方这个有效距离，不让你近身。现在呢有一点点陈琳琳有一点点慌张。很快陈琳琳就掌握了对手的路数，开始逐渐适应比赛。但甘吉娜几乎无视陈琳琳的进攻伤害。反观陈琳琳作为一名出色的搏击运动员，时刻保持与甘吉娜拉开距离，等待时机找出对手破绽。这拳法要给对方一个强大的阻力。刘老，这会儿刚才就你所说的，一定把这个距离感控制住，不能让他贴身近身。比赛中讲的治人不治于人，首先呢是按照自己的技术战术，不能让对方牵着走，否则的话呢就会陷于被动。现在这个甘吉娜的臂展呢是打开要1.63米，而这个陈琳琳的臂展呢达到1.69米，实际上它是有个高有优势的。所以接下来要求陈琳琳一定要控制，把中点距离控制住，利用脚下的步伐灵活的移动，来避开这个甘吉娜第一回合当中如此的锋芒，给自己的体能分配呢也留下一个喘息的机会。对方呢很注意那种突击性的打法。再上来以后呢，就是一个组合连续。对方呢，看着步伐的移动确实还是有一些心得。步伐移动，这是少见的这个陈琳琳用的高边腿，紧跟着一个正面踹，这就是控制住对方的距离。好的，第一回合比赛结束，可见这位总统女保镖的实力绝对不一般，不仅拳法精湛，而且招招狠辣。反观我们的中方选手，则是稳扎稳打，丝毫没有畏惧一名外国选手的重拳，而是步步为营，不断的寻找对手破绽。陈琳琳呢，今年只有20岁，她12战10胜2负的战绩，体重是58公斤。双方第2回合的比赛马上就开始。这个
哈比布拉娃甘迪娜也是在塔吉克斯坦号称是女神级的教练，很有经验，而且性格比较沉毅冷静。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了，陈琳琳直接变化打法，一顿死亡3连找着甘吉娜的头部而去。但所谓一寸断一寸险，在内围格斗中，甘吉娜占有绝对的优势，反观陈琳琳只能不停的变化位置，继续找出对手的破绽。乱中取胜，还是要防止这个爆头术啊！甘吉娜这个爆头太厉害了，他连续就是只盯住了这个陈琳琳的头部。这个时候，陈琳琳一定要用这个侧踹或者正面踹把他阻止住，不能让他得逞。好的，甘吉娜在转身的时候没有坐过来，这个时候这个陈琳琳用膝顶了他一下。把这个距离控制住了，陈琳琳要主动发起进攻。好，多打一些直线。现在呢，总的来讲呢，陈琳琳防守稍微有点散，进攻呢有点迟缓。完全了解了甘吉娜的路数后，在身高上占有绝对优势的陈琳琳开始主攻腿法，用大长腿与对手拉开距离，让甘吉娜无法施展内围格斗。也要把这个散打的优势啊发挥出来。中远距离的直线进攻，先声夺人。现在呢，甘丽娜防住了这个陈琳琳，她用侧身的这个防守姿态，随时呢就内切进去，用一顿这个乱拳呢就开始组合拳呢，打得眼花缭乱。小金她的后手勾拳呢，这个击打力度啊不是非常的明显，可是它达成这个数量上给你造成压力。感觉到这个陈琳琳现在有点像甘丽娜的移动靶，因为这个甘丽娜有可能随时就发动一些进攻，猛扑上去。如果这个时候距离还保持这样的姿态的话，可能对从这个身体功力上来讲啊，中方选手实际上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，这回呢应该步步为营。几个照面下来，陈琳琳已是火力全开，利用先天大优势的她，凭借腿法让甘吉娜纵有浑身的本事也无从施展，只能不停的往前贴近找内围机会。但我们的陈琳琳可是一名智慧型选手，怎么会跟你拼短板呢？而陈琳琳的没功也是被甘吉娜重拳所伤，裁判不得不终止比赛。哇，有特点。刘老师刚才看到陈琳琳已经是血染赛台了，她好像左眉骨出现了流血的这个现象。我们刚才画面好像是陈琳琳。哦，这是甘吉娜的左眉骨。我们看陈琳琳呢，因为是至少双方有个冲撞，看到发型也干扰了他。现在场一呢已经来到了擂台上。此时的甘吉娜眉头上也是贴上了创可贴，但丝毫没有挫败她的嚣张气焰。而反观陈琳琳的伤势则更加严重，一个年仅20岁的女孩子，有着如此惊人的意志力，即便这样她也没有认输，还要坚持打到最后。这或许就是中国格斗人的精神所在吧。强悍给你威胁，可实际上他的击打的力度不是非常大，而且命中率也不是非常高，不准确，有一定的盲目性。说这个时候呢，做一些闪身，就是齐正相生，横走触撞，迂回穿插，避开对方的锋芒，然后呢打这个2次打击，在防反的同时给对方效果以后呢，要追击，步伐跟进要快，正所谓是手脚齐到方为妙，这样呢才能给对方这个重心造成破坏，给平衡造成破坏，才能有效的在场上控制，得到这个一种主动的局面，这样呢在比赛中才有可能取得控制权，取得比赛的胜利。双方呢这个见血了以后，一下子血性勃发。这个陈琳琳呢，在这个第2回合比赛的后半期呢，马上就发动了一次这个可以说是最主动的进攻，已经是豁出去了，大声吼叫着来扑向这个甘吉娜。但是甘吉娜也非常冷静啊，面对他突如其来这种爆发呢，是采用了一个躲闪躲避这个战术。现在双方第3回合比赛马上要开始，对于2位选手来说的体能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考验，开始大口的喘气了。这是我们现场在训练中的专项体能，一方面是有氧能力，整体能盯到底，
再方面就是无氧能力，他在这个短时间的拼打中呢，能够充分的发挥，保证自己的整个这个技术呢和战术发挥是非常有效的。现在这个陈琳琳反而表现出了比较刚猛的这样的一个个性，他靠大声的这个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陈琳琳也是调整好状态，势必要将甘吉娜置于死地，证明自己的中国力量。虽然对手的拳法依旧凶悍，但陈琳琳依旧是与对手保持足够距离，丝毫不给他进攻优势。但甘吉娜就像一只饿狼一样，死死地咬住对手，不给喘息的机会。观众都笑了，比较花招，眼花缭乱，但是比较盲目。但他迎击打得还非常有效。哦，漂亮！这个转身的这个后踹起到作用。对方呢，这防反和迎击的能力确实还是显而易见。现在好像甘吉娜已经看出了这个陈琳琳那个命门所在，他就始终在用自己的战术，直接是爆头，执行的非常的坚决。你看，那他爆头呢，不是单纯的爆，他是连续组合之后，等你准备你挨2、3分以后，你准备反击，他一下给你缠住，哎，他把你这个反攻就化解了。现在双方在僵持在这里，注意啊，看这个甘吉娜，他也进行那个肢体。陈琳琳开始对甘吉娜发起全面攻击，不给这匹饿狼喘息的机会。此时场上就是开始变得紧张，谁都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，只能找准时机再次发动进攻。而此时的陈琳琳也是火力全开，似乎要撕碎这匹饿狼一样，丝毫不给对手机会。得心应手呢，应该是有非常大的难度，就你随时保证了这叫视险截短，这才能够结束发击。好的，甘吉娜的这一招有点不灵了。不灵的时候呢，这个陈琳琳呢，这个发现了一个战机已经来了，继续要起腿，不能给这个甘吉娜的太多的喘息之机啊！调整一下自己，果断一下，果断起腿，还四踹，坚决要把胯送出来。这种假动作有点，还是有点后怕的感觉啊。不是，他这是自己还是犹豫，虽然是把这个气势做出来了，但是呢，在效果上，这确实呢要放手一搏。现在暴露出这个陈琳琳呢，她现在如果切进去以后，她的拳法，并不是很猛很准，但对方呢却是经验非常老道，看直接是迎击好，迎击，而且他组合跟的也非常的自信，非常坚决。这场比赛可以说打的是难解难分，火力全开啊！两个这个女子选手在这个擂台之上是毫不相让。蓝豹选手呢，他这个一个是气势上给对方强大的压力，再给他技术战术上呢，他确实也表现得非常的理智。随着陈琳琳的一声怒喝，比赛终于宣布结束。即便疼痛和压力早已压得陈琳琳喘不过气来，但她依旧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坚持到了最后。反观甘吉娜，脑瓜们破个小口还得搞个创可贴，真不知道当年她是怎么保护总统的。最终我们陈琳琳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，而反观甘吉娜并不服这个比赛的结果，还恶意推搡陈琳琳，更是嘴里不停的辱骂。但他似乎忘了他现在代表的是一个国家，难道他们国家的人都像他一样，打不过就叫嚣，就辱骂，简直毫无脸面可言。